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如。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同样都是70、80岁的老人家，有的人每天早起打太极，说话中气十足，跟邻居聊天反应比年轻人都快；有的人呢，却只能躺在床上，连亲生儿女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吃饭喝水都要人喂。这天壤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说是命，是基因，但李如今天要告诉您，真正决定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是藏在脑壳里那颗精密又脆弱的大脑。医学数据早就发现，早晨起床这短短10几分钟，简直就是老年人大脑健康的照妖镜，是一道跨越生死的分水岭。超过一半的脑梗、脑溢血都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但朋友们，先别急着害怕，今天李如给您带来的是天大的好消息。如果您每天早上醒来，这10几分钟里，身体没有我接下来要讲的5种异常情况，我发自内心的恭喜您，给您竖起大拇指。这说明您的大脑血管、神经系统保养的比90%的同龄人都要好，比那些天天花大价钱吃补品的人还硬朗。那到底是哪5种异常？为什么这几个细节能精准反映大脑状态？万一出现了，又该怎么补救？今天李如用大白话把这些关乎性命的问题彻底讲清楚。影片最后还会教大家一套实用的护脑3招，简单易学，让大家就算活到90岁，脑子也清清爽爽，绝不给儿女添麻烦。进入正题前，如果您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点个赞，或者在评论区打个数字1，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戚朋友。咱们倒杯温水，找个舒服的姿势坐下，听李如慢慢说。在讲这5种异常之前，咱们先弄清楚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特别强调75岁到85岁这个年龄段？俗话说人到70古来稀，但现在医疗条件好了，70岁很多人还能去旅游，上老年大学。可一旦跨过75岁这道坎，身体各项机能，尤其是心脑血管，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而且是不可逆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咱们身体里的血管就像家里装了几十年的自来水管，用了70、80年，里面多多少少积了一层厚厚的水垢。在咱们血管里，这些水垢就是胆固醇和脂肪堆积成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光有水垢，这根老管子还会变脆，失去弹性，这就是血管硬化。而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只占体重2%，却要消耗全身20%的血液和氧气。断血几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而且死了就不会再生。咱们睡了一整夜，身体处于低代谢状态，血流缓慢，加上一晚上没喝水，血液也比较粘稠。早晨闹钟一响，奇妙又危险的反应就开始了。交感神经突然兴奋起来，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压急剧上升，心跳猛烈加快。这就像一辆在冰天雪地里停了1夜的老旧汽车，突然插上钥匙，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这股血流冲击对已经长了斑块、失去弹性的脑血管来说是致命的考验。斑块被冲破，形成血栓，堵死血管，这就是脑梗。血管壁承受不住高压，直接破裂出血，这就是脑溢血。这就是早晨被称为魔鬼时刻的原因。反过来说，如果您在这个危险时刻，身体能平稳顺畅的过渡，没有任何不舒服，就证明您这套用了70、80年的心脑血管系统保养得非常到位。好，这个生理机制咱们弄明白了，接下来的内容就很好理解了。咱们一起来看75岁到85岁的老年朋友，早晨起床这10几分钟里必须高度警惕的5种异常情况。
第一种异常，起床瞬间那让人心惊胆战的剧烈头晕。您可能听过一些朋友抱怨，每天早上一睁眼，头一离枕头，或者身子刚想坐起来，整个屋顶就开始绕着转圈，地也在晃，像坐在大海里颠簸的小破船，恶心干呕，冷汗直流。唯一的办法就是闭上眼睛，一头扎回被窝，一动不动，缓上好几分钟，才敢慢慢起身。在这里，李如要教大家学会一个关键的区分法。如果您头天晚上没睡好，或者刚好感冒了，偶尔带点轻微摇晃的头晕，通常是暂时的，多休息，多喝水就能好。这种情况不用过度焦虑，但请大家听好了，如果这种头晕是经常性的，而且有个明确规律，只要体位一改变，从平躺到坐起，或者从坐着到站起来，那个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就准时报到，医学上叫做体位性眩晕，这是脑供血不足的信号，您就千万要打起精神，不能再当小事了。为什么会这样？咱们从物理学角度说一说。平躺睡觉时，全身血液在血管里处于水平面，循环轻松。但您猛地坐起来那一瞬间，重力把血液往下半身一拉，像退潮的潮水一样涌走了。年轻人血管弹性好，大脑的调节中枢不到1秒钟就下令，让上半身血管猛地收缩，把血液重新泵回大脑。可对于75岁以上的朋友，血管硬化了，收缩不起来了，或者颈动脉里长了厚厚的斑块，血液回流不到位，大脑在那个瞬间就会急性缺血、缺氧。咱们大脑里负责平衡的前庭神经对氧气最为敏感，断了粮就没法正常工作，会向大脑发送一串乱七八糟的错误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觉得屋顶在转，地在晃的根本原因。这是大脑在向您发出最后通牒，供血通道堵住了，快救命啊！反过来说，如果您每天清晨醒来，头脑清清爽爽，坐起来稳如泰山，完全没有头重脚轻、脚下踩棉花的感觉，那李如要站起来为您鼓掌。这说明您的颈动脉、椎动脉和脑内血管都没有严重堵塞，血管弹性保持得相当好，能像一个功力十足的高级水泵，在体位改变的关键时刻，把新鲜血液稳稳当当地泵到大脑顶端。这就像家里自来水系统水压特别稳，无论几点开龙头，水都哗哗地喷出来，绝对没有断流。不管您现在身体底子好不好，李如要教给所有老年朋友一个受用一辈子的保命3部曲。上了年纪，早晨起床千万别做一个要命的动作，那就是猛起。哪怕尿憋得再急，哪怕外面有人敲门，也别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那一瞬间的爆发力，对老化的血管来说是灭顶之灾。正确做法，请记在心里。第一步叫醒后赖床，先在那儿舒舒服服躺上3到5分钟，轻轻动动手指头，勾勾脚趾头，做个深呼吸，伸个懒腰，告诉心脏和交感神经，咱们该起床了，准备往脑子里送血了。第二步，侧身起坐，先往身体一侧翻个身，用一侧手臂支撑着床铺，把上半身缓缓撑起来。第三步，床边静坐，坐起来后把双腿垂在床边，先别急着穿鞋，安稳坐上1分钟，感受一下头晕不晕。等大脑完全适应了体位变化，血压稳定了，再慢慢穿鞋下地。这看似啰嗦的几分钟，其实是脑梗、脑溢血和健康长寿之间最坚实的防火墙。第二种异常，起身走2步就眼前发黑。很多老人起床后过了头晕那一关，觉得没事了，准备去卫生间或者去厨房倒杯水，结果刚走没2步，眼前就像被人恶作剧似的，猛地拉上了一块
厚厚的黑漆漆遮光帘，啥也看不见了。心里猛地咯噔一下，手只能扶着墙站着，过5、6秒或者10几秒，黑帘才慢慢升起，视力重新恢复。很多朋友心特别大，总觉得是贫血、低血糖或者老花眼，白内障又严重了。李如在这儿得非常严肃地告诉您，您想得太简单了。医学上给这种一闪而过的黑暗起了个名字，叫做黑蒙。咱们得学会鉴别。如果是偶尔蹲着干活，猛地站起来，脑子嗡一下，眼睛黑那么一小会儿，大多是体位性低血压，很多年轻人也会有。但对于75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您在早晨起床，在平地走路的时候，毫无预兆的频繁出现这种黑蒙现象，哪怕每次只有几秒钟，往往是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已经出现了严重狭窄，甚至有微小血栓在反复经过的红色预警信号。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眼睛的血液主要由一条叫做眼动脉的血管供应，这条眼动脉恰恰是专门负责给大脑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颈内动脉。进入颅内后分出来的第一条最重要也最细小的分支。大家把大脑想象成一栋楼的顶层，颈内动脉是唯一的供水主管道，眼睛就是这根管道在门口接出来的第一个水龙头。如果主管道的阀门被淤泥堵住了一半，水压极低，最先断水的绝对是门口这个最小的水龙头。所以眼睛是大脑供血状态极其灵敏的探头。当脑子里的大血管堵了变窄了，大脑这个显示屏可能还没黑，但作为探头的眼睛会因为最先感受不到氧气和营养，导致视网膜功能暂时停电罢工，探头没电了，您的屏幕当然就黑了。这不是眼睛的问题，是供血泵和管道的问题。如果您每天早晨下地穿着拖鞋去卫生间洗漱，这一路视力稳稳当当，没有忽明忽暗感，没有黑影晃动，更没有突如其来的黑蒙断电，那真的要再恭喜您一声。这不仅说明眼睛好，更说明您的颈动脉管道通畅，大脑后循环系统非常给力，血液供应像长江水一样源源不断。这也是为什么咱们经常观察到那些80、90岁依然眼睛清亮、看东西不花的老人，思维通常都很敏捷，脑子一点不糊涂，眼睛和大脑共用的那条供血源头都是一样的健康纯净，没有黑蒙现象，说明您的脑动脉硬化程度还比较轻微，血管壁还没被胆固醇和脂肪垃圾堵死，这是您晚年生活高质量的最强底牌。第3种异常，不明原因的手脚麻木无力，晚上睡觉压着胳膊，早晨又麻又痛，甩2下就好了。这种因为压迫导致的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咱们不算在内。这里要着重强调的麻木，是指在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您自然醒来，却发现某一侧手指头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者下床的时候，一侧脚底板像踩在厚厚的沙子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没知觉。更有甚者，早晨刷牙时，手连牙刷都握不住，抠抠子时，手指头笨拙的根本不听使唤。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以为是受了风寒或者颈椎病犯了。大脑是人体总指挥部，每一个精细动作，每一种感觉，都是大脑皮层发出电信号，通过神经传导下来的。如果早晨这个魔鬼时刻，大脑里负责运动或者感觉的区域，因为微小血栓堵塞而发生了缺血，信号就传不过去了。指挥部断了网，前线的肢体自然就会出现手脚麻木、偏瘫无力。医学大数据统计发现，有极高比例的中风患者
在真正大发病前的1-2周，甚至几天内，都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晨起单侧手脚麻木，这是中风全面爆发前的前哨战。反过来说，如果您每天早上醒来，在床上握握双拳，感觉非常有劲儿，伸伸腿，感觉肌肉充满力量，下床走路脚下生风，稳稳当当，连拐杖都不需要，那说明您的神经传导通路是一条笔直畅通的高速公路，大脑对肢体的控制力绝对满分。在这里，李如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如果您不确定家里长辈的情况，明天早上可以跟他们玩个简单的小测试，让他们闭上眼睛，把双手手心朝上平举在胸前，然后帮他们数到10。如果在这10秒钟内，2只手都能稳稳举着，没有哪只手不受控制的往下掉或者向内翻转，那就是最好的平安符，说明老人的大脑运动神经非常健康。第4种异常，晨起的异样头痛。大家注意，这里说的头痛不是感冒发烧引起的整个脑袋胀痛，也不是没睡好引起的隐隐作痛，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发闷、发沉或者带有节奏的搏动性跳痛，就像脑袋里，特别是太阳穴附近有一根筋在随着心跳突突突地跳着疼。很多老年朋友平时能忍，觉得岁数大了有点头疼脑热很正常，涂点清凉油或者揉一揉就过去了，千万别这么想。早晨这种搏动性头痛往往是高血压失控的直接表现，甚至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咱们前面说了，早晨是血压飙升的高峰期，医学上叫晨风高血压。如果血压平时控制的就不好，早晨一冲，血管里的压力剧增，咱们的颅骨是个封闭的硬壳子，颅内压一升高，就会牵拉到脑膜和血管壁上的痛觉神经，引发剧烈头痛。这就像一个放在旺火上加热的高压锅，里面气压太大，随时可能把盖子顶飞，这时候脑血管破裂的风险极高。还有一种情况，血管因为动脉硬化和斑块出现了痉挛，或者血液粘稠度太高，导致大脑微循环堵塞，大脑缺血缺氧，也会发出这种钝痛的求救信号。所以如果您每天醒来脑袋瓜子清清爽爽，没有任何压迫感和疼痛感，这不仅说明您昨晚睡眠质量非常高，更说明您的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脑压十分稳定，血管内壁光滑，没有严重的炎症反应。能做到这一点的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要比那些常年被晨起头痛折磨的人低得多。第5种异常，照镜子时发现嘴角歪斜，舌头麻木，说话含糊，这是在卫生间里就能完成的生死自查。李如强烈建议所有7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每天早上去卫生间刷牙洗脸，第一件事，先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露齿微笑，然后把舌头尽力伸出来看看。看什么？第一，看鼻唇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法令纹，两边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一边深一边浅。第二，看笑的时候，嘴角有没有向一边歪斜，口水会不会不自觉地顺着一侧流下来。第三，看伸舌头时，舌尖是不是居中，有没有往一边明显偏斜。最后，试着自己说2句绕口令，比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或者走出卫生间跟家人聊2句，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有没有突然变得含糊不清，舌头好像变大了，不听使唤，就像嘴里含着一颗热核桃一样。朋友们，千万别把这些当成没睡醒的迷糊。这些看似微小的面部和语言变化，往往是小中风，也就是医学上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最典型症状。小中风可能只持续几分钟或者1-2个小时，
然后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容易被忽视。但请您记住，这往往是大中风来临前最明确的最后通牒。如果您每天早上照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完全对称的笑脸，跟家人说话底气十足，吐字清晰，发音准确，那李如要再次恭喜您，这意味着您大脑深处的脑干功能完好无损，控制面部肌肉的神经和主管语言表达的大脑中枢都在健康正常的工作着。这是非常高标准、非常难得的脑部健康状态。朋友们，上面李如给您详细拆解的这5种异常情况，大家一定要在心里默默对照自查，也多留意家里的长辈。如果5种情况1种都没有出现过，您绝对是老年人队伍里的健康模范生，值得给自己热烈鼓个掌。但如果有那么1、2种，也不要过度恐慌，这是身体在善意地提醒您，这台用了几十年的机器，该去医院找医生好好检修了。那么对于75岁到85岁这个关键年龄段的朋友来说，除了定期看医生、按时吃降压、降脂药之外，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做什么不花钱却能保命的事情来保护大脑呢？李如最后要手把手教给大家3招最实用、最接地气、最不花钱的护脑方法。没有复杂理论，不需要购买任何昂贵器材，只要您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点点改变，明天早晨睁开眼睛就能立马用起来。咱们先聊聊第1招，被很多心脑血管专家称为晨起的一杯救命水。在门诊上跟很多老年朋友聊天，经常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晚上睡觉前绝对不敢喝1口水。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朋友前列腺功能退化，女性朋友膀胱括约肌松弛，大家最怕的就是起夜。大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黑灯瞎火的，万一头晕眼，花在卫生间滑倒摔跤，后果不堪设想。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睡意，被起夜一折腾，躺回床上就再也睡不着，只能熬到天亮。所以大家宁愿渴着，也坚决在睡前滴水不沾。从避免起夜防摔跤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理解。但从身体内部血液循环的角度来剖析，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严峻的隐患。您想，睡着了之后，身体虽然不动了，但呼吸没有停止，肺部一直呼出含有水分的气体，皮肤在进行新陈代谢，微微蒸发水分，肾脏也还在默默工作。这漫长的7、8个小时，身体一直在往外排水，却没有任何水分补充。等您早晨醒来，身体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干旱状态了。身体一缺水，血液里的水分就变少了，血液浓度大幅上升，原本应该像清澈溪水一样欢快流淌的血液，此刻变得粘稠无比，简直像锅里熬的浓米糊或者化不开的浆糊一样。在血管老化、内壁不够光滑的情况下，这种粘稠血液流动缓慢，稍有阻碍，血小板和脂质就容易抱团聚集，形成咱们最害怕的血栓。这也是早晨是脑梗和心梗爆发最高峰时间段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咱们必须给自己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铁律，每天早晨完成了赖床几分钟，侧身缓慢坐起，床边静坐适应，稳稳当当下的这一套保命3部曲之后，去卫生间刷完牙。洗完脸走出卫生间要做的第1件事，不是开火做饭，也不是去阳台浇花，而是稳步走到餐桌前，给自己倒上一杯温开水。这杯水怎么喝？里面大有学问。首先是水量，大约200毫升左右，也就是咱们平时家里用的一次性纸杯大半杯的样子。为什么不能多喝？有的朋友觉得既然缺水，就干脆咕咚咕咚灌下去一大瓶，千万别这样。
早晨您的心脏也是刚刚苏醒，猛然间喝下大量的水，水会迅速进入血液，导致血容量瞬间剧增，给脆弱的心脏带来沉重的泵血负担，甚至可能诱发心衰。200毫升对于稀释血液、唤醒肠胃来说是最恰到好处的黄金容量。其次，最核心的一点，一定要喝温的水，水温大概在35度到40度之间，和人体体温接近，喝到胃里感觉温温润润，非常舒服的那个温度。李如在这里要特别警告大家，千万别去喝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水或者冷水。早晨您的胃肠道和血管正处于放松舒缓的状态，一口冰水猛地灌下去，那种强烈的寒冷刺激会导致胃部剧烈收缩、痉挛，引起胃痛。更可怕的是，这种寒冷信号会迅速传导给周身血管，导致血管瞬间收缩，血压骤然飙升。对本来就有心脑血管隐患的老年人来说，一口冰水诱发心梗的惨痛案例，在急诊科里绝不是危言耸听。另外，大家也别去听信外面流传的什么偏方，说早晨要喝一杯淡盐水，能排毒，能通便。咱们平时饮食中的盐分往往已经超标了，早晨正是血压容易冲高的危险时刻，您再喝一杯盐水进去，大量钠离子进入血液，会把更多水分死锁在血管里，血压能不往上飙吗？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什么都别加，就喝咱们家里烧开后放温的最朴实无华的白开水，那是对身体最好的甘露。喝水的方法也要注意，不能一口闷，您要端着杯子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往下咽，让这股温润的水流缓缓经过食道，进入胃部。这杯温水喝下去，能以最快的速度被肠胃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作用立竿见影。它能迅速稀释那粘稠了一整夜的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它能冲刷掉肠胃里残留的代谢物，刺激胃肠道蠕动，帮你养成早晨排便的好习惯。它更能在无声无息中唤醒沉睡的大脑细胞。这就好比给一条在烈日下暴晒、快要断流的干枯河床突然注入了一股清澈甘甜的活水，河床得到了滋润，血液重新欢快顺畅地流动起来，把那些企图聚集在一起的血小板给冲散，从而把早晨形成血栓的危险降到最低点。这一杯水真的是在给您的大脑和生命保驾护航。喝完这杯救命的温水，咱们接着聊聊护脑第2招。这关系到咱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餐桌，那就是早餐必须要讲究起来。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咱们中国很多老年朋友因为大半辈子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或者为了图省事，最爱吃的传统早餐是什么配置？是不是一碗在锅里熬了好几个小时，米粒都已经开花软烂无比的白米稀饭？手里拿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白馒头或者条油饼，然后再就着一小碟齁咸的榨菜丝、腌萝卜条，或者加一块咸香的红腐乳。很多朋友吃得津津有味，觉得胃里暖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觉得这叫清淡饮食，对身体好。李如今天必须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从现代营养学和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看似清淡朴素的早餐组合，对75岁以后的老年大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营养灾难。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先来剖析一下白米稀饭和大白馒头。白米和白面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被去掉了富含营养的表皮和胚芽，剩下的几乎全是纯粹的淀粉。当您把熬得烂烂的稀饭喝进肚子里，这些淀粉根本不需要胃肠道费力消化，
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被分解成葡萄糖，也就是糖分，然后瞬间大量涌入血液。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您的血糖在吃完早饭后，短时间内像火箭发射一样，瞬间飙升到极高峰值。咱们的身体一看血糖这么高，胰腺就会紧急加班，分泌出大量胰岛素来降糖。在大量胰岛素的作用下，血糖又会像过山车一样迅速直线跌落谷底。这种血糖在短时间内的剧烈大起大落，不仅对血管内皮是一种强烈的伤害，更会让大脑神经细胞备受折磨。大脑靠血液中的葡萄糖提供能量，血糖忽高忽低，大脑就得不到稳定持续的能量供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吃完稀饭馒头的早餐，不到1个小时就开始觉得头晕脑胀、哈欠连天，坐在沙发上就不由自主地犯困打瞌睡。这不是您没睡好，这是血糖在作怪。咱们再来看那一碟用来下饭的咸菜或者腐乳，这更是隐形的健康杀手。咸菜在腌制过程中加入了大量食盐，含有极高的钠离子。咱们前面说过，早晨是血压的危险期，您这一口咸菜吃下去，大量钠离子进入血液，会引发水钠硬流，直接导致血管压力增大，成为升高血压，诱发脑血管意外的隐形杀手。您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在早餐里疯狂摄入盐分，这药不就白吃了吗？咱们必须明白，75岁以后的大脑经历了一夜消耗，早晨最渴望、最迫切需要的燃料，绝对不是那些让血糖飙升的单一碳水化合物，更不是那些高盐的腌制食品。它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修补受损神经细胞的优质蛋白质，以及能够营养脑神经、延缓大脑衰老的关键物质卵磷脂。所以李如在这里强烈呼吁大家，为了咱们这颗宝贵的大脑，请试着改变一下咱们几十年雷打不动的餐桌配置。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做一点点小小的替换。首先，坚决把那碟没有营养、只会升高血压的咸菜从早餐桌上撤掉，换成一个简简单单水煮的鸡蛋。鸡蛋被营养学家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天然营养品之一，特别是那个金黄色的蛋黄。虽然很多老人怕胆固醇高不敢吃，但蛋黄里含有极其丰富的卵磷脂。卵磷脂被吸收后，能在大脑里合成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物质，这是脑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充足了，大脑反应就快，记忆力就好。每天早晨一个全熟白水煮蛋，给大脑补充的营养是咸菜永远无法比拟的。其次，把那碗升糖极快、营养单一的白米稀饭换成一杯能够补充丰富钙质和优质蛋白质的温牛奶。如果您对牛奶不耐受，喝了容易拉肚子，那就换成一杯自己家里打的不加糖的热豆浆。牛奶和豆浆里的蛋白质能给身体提供长效稳定的能量，让您一上午都觉得有精神，肚子也不容易饿，更不会让血糖出现剧烈的过山车式波动。至于主食，您可以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面包，或者蒸一段紫薯、一段玉米，这些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能让肠胃蠕动得更健康。如果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牙口也还凑合，李如非常建议您再往早餐桌上加一小把坚果，不用太多，比如2-3块核桃仁，或者几颗没有油炸、加盐处理的原味杏仁。核桃里富含对大脑极好的营养成分，坚果里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和各种微量元素。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像给咱们老化生锈的脑血管涂上了一层高级的润滑油，能够清理血管里的坏胆固醇。
保护脑血管的内皮不被破坏，是维持大脑灵活运转、防止脑萎缩的顶级好脂肪。如果您嚼不动，可以买个小型研磨机，把坚果打成碎末，撒在豆浆或者牛奶里一起喝下去，味道香浓，营养满分。您看，把咸菜稀饭换成鸡蛋、牛奶和一点粗粮，坚果虽然只是餐桌上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这一顿营养讲究、科学搭配的早餐，就是一把为您开启大脑一整天活力大门、延缓脑部衰老的金钥匙。把肠胃和营养照顾好了之后，咱们来到护脑的第3招，也是李如认为最核心、最考验人生智慧的一招，那就是在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必须努力保持一颗平和感恩的好心情。说到这一招，很多朋友可能会不以为然，觉得李如您在熬鸡汤，心情好坏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还能跟保护大脑扯上关系呢？朋友们，这绝不是心灵安慰，这是有着扎实严谨的现代脑神经科学研究作为支撑的最高级养生哲学。现代医学早就通过无数脑部扫描和内分泌研究发现，人类的情绪和大脑的物理结构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甚至是致命的关联。如果一个老年人长年累月地处于焦虑不安、心情抑郁，动不动就爱生闷气，或者总是喜欢跟别人攀比，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的状态中，您知道身体内部在经历着怎样的狂风暴雨吗？当您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会以为您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肾上腺会疯狂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这种皮质醇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在短时间内分泌一点，能让人精神高度集中去应对突发事件。但如果长期大量分泌，它就变成了一种对大脑具有强烈毒性的物质。科学家们惊恐地发现，长期浸泡在高浓度皮质醇中的大脑，其中一个叫做海马体的关键区域会受到直接的毁灭性损伤。海马体是干什么的？它是大脑里专门负责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转化、负责空间定位的核心枢纽。海马体一旦受损萎缩，脑细胞就会加速衰老和死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记忆力直线下降，刚放下的钥匙转头就找不到，出门忘了回家的路。最终，这种长期的坏情绪会让人比普通人更容易、更早地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您说这情绪到底可不可怕？而且咱们反复强调过，早晨是血压波动的危险期。如果您一睁眼就在心里盘算着昨天谁给您受了委屈，今天要去跟谁理论，那股怒火一上来，交感神经立刻处于亢奋状态，心跳加速，血管收缩，那脆弱的脑血管随时都有可能崩裂。所以李如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为了咱们的大脑，为了咱们能清清爽爽地安度晚年，每天早上醒来，当您披上衣服走到窗前，伸手拉开窗帘的那一刻，当第一缕清晨的阳光洒在您身上的时候，请您深吸一口气，在脑海里做一个大扫除，把家里谁洗碗谁拖地的鸡毛蒜皮，把儿女工作不顺心带来的焦虑，把别人家买了新车换了新房引发的烦心事，通通在这一刻先抛到九霄云外。您就静下心来，闭上眼睛，深深的长长的呼吸几口带着晨露的新鲜空气，睁开眼看看窗外那些无论风吹雨打依然郁郁葱葱的绿色树木，看看小区里充满生机的花草，竖起耳朵去听听枝头那几只清脆婉转的鸟叫声。在这个宁静的时刻，您在心里真诚地告诉自己，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今天太阳照常升起了，我又健健康康地赢。来了新的一天，我的手脚还能动，我的眼睛还能看，这已经是老天爷给我最大的恩赐和福气了。我还有什么不知足？还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学会用一种平和、宽容、感恩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走出卧室，对老伴儿露出一个微笑，不去跟老伴儿因为牙膏从哪头挤这种小事拌嘴，对儿女多一份理解。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去跟他们置气干涉他们的生活。当您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了，心情自然就平稳了。心情一稳，交感神经就得到了安抚，不再过度兴奋地发号施令。交感神经安静了，您的血压自然就像平静的湖面一样稳如泰山了。只有血压稳了，没有了那些暗流涌动的惊涛骇浪，这颗精密的大脑才能在一个绝对安全、没有炎症、氧气充足的舒适微环境中安安稳稳、健康长寿地运转下去。这3招护脑大法，从一杯温水的物理疏通，到讲究早餐的营养补给，再到平和心情的精神抚慰，每一招都紧扣着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点滴，每一招都蕴含着保护脑血管的科学真理。希望大家不要听完就抛在脑后，一定要在明天早晨的阳光中真真切切地付诸行动，让咱们的大脑越来越年轻，让咱们的晚年生活越来越精彩。好了，朋友们，不知不觉，李如今天跟您掏心窝子聊了这么多。其实健康长寿的密码从来都不在那些昂贵的补品盒子里，而是在咱们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这短短几十分钟的细节里。希望这期干货满满的影片能给屏幕前的您和您的家庭带来一次实实在在的健康观念的洗礼。最后，李如在下方的评论区等着大家。听完今天讲的这些真相，这5种异常情况，您占了几个？您平时早晨起床有喝温水的习惯吗？您的早餐一般都吃什么呢？或者您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如何平稳血压、保护心脑血管，还有什么独家的民间小妙招，或者亲身经历的成功经验？李如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最真实的分享和反馈，我会认真仔细地阅读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咱们老哥俩、老姐俩在评论区接着探讨养生之道，互相学习好经验，互相监督。每天好好吃早餐，让我们一起把这种科学养生、平心静气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把决定咱们晚年幸福和大脑健康的这把钥匙，实实在在的、稳稳当当的攥在咱们自己手里。我是李如，衷心的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早晨醒来都能头脑清醒，四肢有力。愿您吃得香，睡得好，耳聪目明，每天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度过这美好的一辈子。咱们下期健康科普视频不见不散，再会。